大家好，今天呢又是一期科技烂的瓜。是在昨天啊，科技烂的心态崩了。当然有些小伙伴说多大点事儿，就拿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啊，关于 Paper 的，也为大家未来使用 Paper 提供一些经验之谈吧。之前一直不知道这周要做什么，这不刚好有素材了。我经历了做自媒体这么多年来的最至暗的时刻。所谓至暗呢，就是当时看到这个国区被封控，就如晴天霹雳，比较萎靡的状态。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说，因为我一直用 Paper， 而且 Paper 是我的主要的收付款的一个平台，而且我一直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啊，这2-3年来。资金流向呀，各方面都是很稳定、很正规的一种状态。那这一次呢，为什么就封控了呢？其实也不是资金，不是交易相关的问题，而是我个人的一些行为手贱导致的。因为 Paper 呢，作为一个跨境支付电商相关的重要的一个平台，包括我们像独立站啊，听小伙伴说 TikTok 啊，他们都其实是拿 Paper 这边来资金流转来流入到其他的账户的。所以呢，现在的状态好多了，才能真正意义上上台面上跟大家来聊这件事情。我也在网上收集到了很多关于 Paper 账户的风控的一些资讯，包括我们在短视频视频号上都看到了 Paper 做海外电商付款出现异常风控的情况。所以我是没见过什么大世面，因为一直很安稳，所以小伙伴们还留言嘲笑我不是什么大问题。可能我已经上升到了一定的高度，让大家紧张起来。大部分的风控呢，主要分为以下7点。首先呢，就是你老换 IP、老换环境操作，这一点不属于我们今天讨论的范围啊，因为我一直也没有刻意去使用某一个环境操作 Paper， 对我来说是没有什么太多问题。异常的大额流水是什么意思呢？有可能就是这一段时间你的销售旺季，资金突然在这一个月激增，我目前也没有遇到过。还有就是客诉频繁，因为我做的不是独立站销售，所以也没有什么退款啊、投诉啊、退货呀等等这一系列的售后问题。商品不管是虚拟商品还是实体商品啊，都会遇到这种客诉的情况的话，降低这个客诉的频率。你这个号长期不用不活跃，有可能就会被封控。第5点呢，就是虚假账号，你用的信息啊，不是你真实的合法公民的身份，这也会导致你的 Paper 封号，就跟我们之前美区那边需要提供那个美国税务社会编号的那个是一样的。所以你没有合法身份的话，这个号肯定是保不久的。以上7点呢，都不属于LINE这一次的经历。我相信这几点呢，对很多小伙伴其实也都是适用的，相对来说可以注意一下。我的起因是什么呢？这就是我手贱的一个起点。我看很多群里小伙伴已经开始玩这个 Wise 了，也是一个跨境支付的主流的一个平台，货币转换、全球流转的便利，这是它的一个优势。而且它还有虚拟卡、实体卡，我们虚拟卡和实体卡都是 Visa 卡，你都可以免费申请，而且你可以把实体卡寄回到国内，在 ATM 机里可以提现，好处是特别多的，而且你可以开很多不同货币种类的账户，达到资金互相的流转。你像虚拟卡呢，我们还可以录一些云啊、甲骨文云啊、亚马逊云啊这些毕竟是免费的嘛。这个呢是需要实名我们的护照来验证的，当然身份证现在是没办法验证的。回头我会专门出一期 Wise 的一些使用经验技巧跟大家分享，当然也不是那么资深。所以小伙伴会问了那跟 Wise 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一次风控其实是有必然的关系。我尝试把 Wise 的美元账户和我的 PayPal 绑卡关联，我希望我的 Paper 里的钱可以汇入到我的 Wise。 我看了一下，不管我选什么支票还是选什么储蓄卡、银行账户，汇国内的账户还是国外的账户，都是要35刀的。汇美元就是这么贵，如果开港币的账户的话，那有可能可以把那个手续费打下来。就因为我频繁的解绑定
导致我 PayPal 的账户被封控。我认为这个是最重要的原因，因为我以高频的操作，可能大概2次吧，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异常行为。大家以后不要绑完卡再解卡，然后再绑卡等等这一系列的骚操作啊，千万不要。我认为我的账户是很稳定，没什么太大问题啊。其实我没有想到这一层，这回头想想确实是比较后怕，而且真的因为这种事情导致这个账号无法收付款，这个对我来讲打击还是蛮大的。所以呢，接下来我们要讨论补救的2种方案。第一种方案就是这个账号我要提交相关的证明信息一定要把这个账号拿回来自媒体或者说海外电商的话，肯定会对国区的 PayPal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不认为我们的资金来源是不合规的所以我肯定是会正面去争取这件事情的。而且他这边呢提示说，如果你在5月7号的以前还不提交信息的话，那可能他会有更强硬的措施来限制这个账户的使用。再接下来就是我们要填的哪些信息。首先是你的证件照可以是护照也可以是身份证，我用的是身份证的正反面。再接下来呢就是一些交易的证明去填写，比方说广告收入什么公司的汇款这个汇款的目的是什么，跟他表述清楚。相关的一些进货供应商的证明肯定是会有后台的，你可以把后台的一些截图给他提供，还有我们的一些交易。当然如果你有什么交易的很正规的明细，那你同样也可以去提供。他只筛查几条信息，所以你针对这几条信息提交截图就可以了它不是说要你所有的，它是要你近期的一个流水。当然这些信息呢都跟我本次风控其实关系不大，而本次的重要的原因就是手贱频繁的绑定解绑银行卡导致。解绑是非常方便的，绑定也是非常方便的，让你一度认为这个是没有什么成本的，其实不然。当我们把所有的信息全部提交以后，这边呢就会变成正在审核，当然它也是在工作日的状态审核，而我们今天是星期天，没办法及时给到我们回馈。除了提交信息，我还要做一件事情，在我们周一的工作日当天，我会第一时间给客服打电话，要求他帮我查看这个账户的信息，并且让他去做审核帮我解封，双管齐下来让我的账号快速恢复。我会全面的配合审查，相信能够有一个好的结果。电话是怎么打呢？一个流程，来在后台这块有个帮助，你点一下，滑到最底下有一个联系我们，再往下滑，这边有一个给我们打电话。这块呢是 PayPal 独有的认证方法，就是你拿你注册 PayPal 的手机号拨打400这个电话，它会要求你输入6位数的密码，它就会给你接入到人工专员的匹配。PayPal 的客服还是很周到的，而且思路也是相对比较清晰的。那我是在之前几次款项没打到或者怎么样我会主动去联系客服，我说是不是我这个账号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异常呀？他说我这个账号是没有问题的。在之前呢，其实也有2-3次的电话客服的经历，所以电话客服呢是一个 PayPal 维权的一个重要的手段。不是说我们在网上干等时间等反馈，你当然可以更积极一点。最后呢，希望有一个好的结果，我该做的我能做的我都会去做，希望这个号能解封，希望这期视频呢也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帮助吧。不希望大家遇到这个事情，但是遇到了大家不要慌，不要像我一样这么慌，慢慢的回过头来复盘，并且来补救，能补救就补救，补救不了的话咱们再想办法，积极面对就 OK。 那我们今天这一期国区 PayPal 风控复盘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欢迎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